现在我们在台南的国立成功大学，今天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以终为始，汉学至善，是由至善教育基金会以及成大汉学研究发展中心共同来主办的一场演讲活动哈。那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远从桃园的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远道前来的黄崇修特聘教授。好，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专程请他从桃园来到台南。好，我们在这边等待待会我们就要出发去迎接他。他是今天的讲者，那他也是现任的中央大学人本 AI 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新世纪文教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他近年来他在推广的主要的议题包括是静定功夫，包括是王道文化以及人本 AI。所以在这3个领域他都是非常有声望的重要学者。那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他当面的深聊，当面的访谈非常期待他能够将他的学术研究以及他这个独特的视野带到我们每一位观众的面前。好，那今天风和日丽，我们就在这边期待等待着黄崇修教授的到来。老师，辛苦。老师，好，辛苦，难得来谈谈哈。老师这边请哈。这个是我们成大历史系馆，历史悠久的历史系馆。之前老师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演讲摄影的经验哈。对，但我们对成大这里我们这里成大的历史系馆算是古色古香，那一直都保留原来的这个建筑。旁边是我们的历史古迹，有小西门、炮台，旁边甚至还有历史文物馆，属于历史系跟台文系。对，很有特色教育。对，老师这边请。导演你好。导演你好。这位是黄崇修教授。黄教授你好。我这边请坐。老师请，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玉正，今天很荣幸受到至善教育基金会的邀请，我们邀请到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黄崇修特聘教授稀客难得来临到台南国立成功大学，来为我们这样一个讲座以终为始，汉学至善与大师对话系列，在这样的一个专访。首先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黄崇修教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专访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定静功夫这个主题。好，那荧幕前的朋友们可能会不晓得什么叫做定静功夫，其实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当切身的一个主题。今天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很大，大家时间非常紧凑，大家都在一种比较紧张、比较忙碌的状态里面，所以有许多人的身心状态相当紧绷。那这种身心状态紧绷，也许就会导致了一些在心理方面的，不管说是忧郁，或者说是焦虑等等的许多综合的身心症状都会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许多身边的朋友可能往往求助于医院里面的精神科或者说是心理咨商等等的这些方式，但是其实大家都忘记了，我们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有我们属于我们的中国式的中华式的这种定静功夫。那定静功夫就是定还有静，主要就是用我们传统的思想传统的智慧，协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保持一种静定一种安定能够面对工作的压力以及紧凑的这种时间安排。好，那这样的一套智慧，其实今天在一种现代社会里面，
常常被大家遗忘啊。大家一讲到这种心理的松弛啊，精神的安定，想到的就是西方式的西方式的，不管是这种精神治疗的，或者说是这种心理咨商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地邀请黄教授，在这个主题是我们国内研究的相当顶尖的学者，请黄老师来向我们谈一谈中国式的定静功夫能够如何的去诠释，如何的实践，以及如何的应用。那我们就请黄崇修教授跟我们荧幕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廖教授好，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黄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国立成功大学在我们至善教育基金会的一个主办之下特地要请您来谈一谈定静功夫这个主题。那我知道这个是教授您非常顶尖的一个研究议题。那这个议题其实诚如我刚才说明过的，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学术象牙塔里面的主题，反而它应该是对治每一个人很具体的身心，大家的心理、大家的精神、大家的身心状态，其实很切身的应用范围。所以那我们知道黄教授这方面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所以今天我特地的想要让观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到您的一个学思历程。因为您的这个学识历程其实是相当特别。我们知道黄教授您本来是大学是念的是机械系，那后来再转读到哲学研究所，那后来远赴日本的东京取得哲学博士。那在这个东亚哲学、医学哲学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所以我们首先是想要知道说，黄教授您的人生有这样的一种转向，以及后来的一个学术的选择。那这个一个成长或者说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也知道您曾经早年的时候热衷于宗教的修行，以及也有素食平常吃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样的心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能不能请黄教授帮我们来讲一下？首先谢谢这个我们成大汉学研究中心的邀请，还有我们至善教育基金会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成功大学跟各位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主题。那谈到定静功夫这样一个主题，当然它是个人的学术上的专业的一个兴趣。那事实上的确就诚如廖教授所提到的，其实跟我早期在读这个机械还有相关的一些学习的过程中的一些算是一个人生经验体会，所以让我朝向这个方向去做研究还有推广。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现在的手机，还有所谓 BB 扣的时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参加社团是非常的热络，所以我们的社团活动算是一个除了专业学习之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在那个阶段的话，认识很多好朋友。那在那个时期，也在一些媒体报章是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各个宗教的我们所谓的大师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很有一种算是一种热情，除了对于科学知识、对于心理学，或者包括对于整个很多领域的专业都很有兴趣。事实上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种特色，那也就是说基本上那个时候大学是朝向一个广泛学习、一种博学的这个方向在努力，所以我们同学之间整个环境上来讲就有这种氛围，包括对于宗教来讲，我们都可能是很自然的参与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个人本身也是不例外所以也参与了像佛教佛光山系统，那道教像天地教，还有儒家就一贯道，这个都有去参加，包括基督教也有差一点就受洗了。基本上朋友圈大家都很多，所以我们就参与了这些相关的宗教的他们的活动，我们都参与。那基本上是开放的一个态度，那基本上也不迷信，但是纯粹就是会接受，也不把它视为一种好像特别神秘或奇怪的一种团体。那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宗教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环境之下在那个时候过我们的大学生活。那当初参加社团活动，
也都算是因为很热心，所以大概也有机会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算社长，或者说也重要干部。参加社团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处，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专业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我认识的不足，还有那种认识之后的这种能力的不足，所以自己会想要参与的一些关于谈作啊、静坐啊，或者说经典体悟就可以有所开发智慧，或者说增加能力。如果都是一般的学生，你不会觉得，当你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压力。其实那个时候就有感受到你要办这个活动的压力，怎么把它办好，而且过程中会对有一些上面的责任，还有对于一些情绪的反应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情绪的问题，说应该要有什么方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让它更稳定那也就是在这种机缘之下，就开始读了佛经，开始看六祖坛经，也读了一些老庄一些相关的经典，包括可能那个时候有这个蔡志忠的漫画那有老庄啊、儒家、孔子、孟子的相关的书籍。那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一种热情，我就觉得不错，就觉得这个漫画很容易浅显易懂，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件有点像古代人在印善书的一个行为，就是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大概2-3千块的生活费，包括啃房租。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说，觉得这个书不错，所以呢，就刚好月初就把这个2-3千块的这钱跑到书局去买了，全部买了大概50本。买了之后呢，隔天就回去送给我们社团学弟妹啊，有兴趣的就全部送光光。之后我发现，我的生活费一个月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但是后来同学知道就赞助我过了那个月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情况让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看了之后的确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也启发了我在研究定静功夫的发展。那这个是大概当初从那个环境中激发的，对于从一个理工转向一个比较人文的角度去思考。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契机，那个时候有个师大的学长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读理工这个好像算起来很难，好像不简单，但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其实这些理工的东西可以用公式用一些计算的东西就可以找到，就可以算出来，你只要努力一点，其实并不是最难的。他说最难的是人文才是最难的。所以这句话让我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朝向了开始探索人文相关的一些经典，开始看这些经典之后，发现到在机械理工的世界之外，发现人文更有高度，而且它也有深度。甚至因为人文，你不会封在实验室里面，你不会封在工厂里面，你可以接触很多人，各种不同的人，世界这么多人，所以那个人文让你很有广度。而最重要的是，人文有理工没有的温度，这一点是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去。如果面对人的情感温度的问题，但温度呢过热就怎样？那就爆炸会有暴躁啊，或者一些情绪很过激的反应。不够的话，又变成什么忧郁的一个情况产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专业如果对人文上的研究，那我就把这样定静功夫把它带进来。是，谢谢黄教授的一个说明我们就可以明白到您的成长过程其实也相当独特的，很早就开始对于智慧有一种追寻或者说对于自己内心的情绪跟状态有一种这种自觉性。那在年轻求学的时候，从机械理工的领域毅然转向哲学那从追寻人生的智慧为起点，慢慢的思维就从这个智慧再慢慢的延伸到哲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以及也决定了您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这样的一个转向之后，您慢慢就将您的这个研究的触角来到这个宋明理学与医学的这个跨界对话。那我想观众朋友对这一点是相当的有兴趣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讲医学，指的好像就是来自西方的这样的一套理解人体的一个方式。那怎么能够跟我们中国的宋明理学做一个这个跨领域的对话呢？这方面可能是您的专业的一个领域，您能不能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些？ OK，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经验感受，就是说，以前喜欢读蔡志忠《六祖坛经》，跟听一些佛法，那也会学打坐，道教传统的韩进老人的打坐。后来发现，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一种高度。那我如何达到这样的高度？所以那段时间也算用了一些心哈。曾经那个时候，他读六祖慧能六祖坛经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我也会把这一套方法应用在我的打坐，道教的打坐里面。那个它也是一个昊天虚无大道自然无为心法。在这个时候发现很契合，跟老庄的这个自然无为的很契合。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年轻可能比较单纯，所以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定的状况，可能一打坐可能就才觉得过了5分钟，其实是过了1、2小时这种状态。而且那时候就觉得哇，这样子感觉这个完全跟原本的学的这种理工或者说所感受到的经验的世界是不同的。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极尽的，而且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说爱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感受到爱自己那种感觉，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感又不容易去怎么去跟别人说，但是自己真的是有感受到这样。所以那时候常有这种经验的时候，就下坐下来的时候就哎呀，今天真的是无人无我，非常高兴。哎呀，才这样想法一下来的时候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好在道场楼下的一个阿伯啊，那个70、80岁，但是很壮大。然后他这个声音，眼睛都瞪得很大，声音又很大，就刚跟下面另外一个同道啊，那可能就吵架了，就很大声吵得就很生气，就匆匆的上来。那我刚好从打坐下来的时候就很高兴，心情说哇无人无我了。所以呢，我也下来就看着阿伯，就跟他打招呼说阿伯你好。结果阿伯就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表现出来，一个行为，他既然是对着我打了一个很大的耳光，看着我打了耳光，砰！刚好旁边有人在吃饭，那这些人看着大家都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你有感到真的是那个时间点是停滞的，自己也很大的惊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结果当然很难过，才19岁就跑到房间里面，就当然会哭了一下子。但是在哭的过程中，情绪稍微缓和下来的时候，就想到，我刚刚不是在打坐的时候说我已经进阶到定了吗？我不是无人无我了吗？我已经虚静功夫了吗？那为什么既然你无人无我了，为什么你下来人家打一个巴掌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丢脸，你就很难过，你在那边哭？原来我还有我，因为我还有这个我在现实中没有办法真正放下的话，我还是执着，我还是痛苦，我还是情绪在那边。所以这让我感受到，以前会谈虚静功夫，会研究这个部分之后，慢慢转向定静功夫，也是一个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因为有了解到身体的身心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开始就从机械，后来就转读哲学，转考。那个时候考上政大哲学研究所之后，开始就研究儒家跟道家的这个功夫论。那尤其那个时候还是以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这样一个主题去谈整个中国思想里面的虚静功夫。那这样一个发展之后，成为我的一个硕士论文。那之后呢，又有个机缘集中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赞助，我就刚好也算是贵人相助那所以有机会到东京大学，考上东京大学，就读。那在这个时候就接触了那个时候的一个老师，他们是研究中国科学史。那我那个时候就把这样一个虚静功夫，包括儒家的这种思想，如何跟医学这个科学史里面有天文、医学、算术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音乐那都是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其中我的老师就是研究医学史，那他就说，我可以做点医学史。那我那时候想说，做医学史完全新的东西，那我跟我这个现在研究的东西又好像不太一样，要重新学习。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日本人的社会是比起台湾来讲，它是更压抑的，他那个社会阶级还有他们的工作上的整个氛围压力是更大。在这个时候也常常听到日本的忧郁症很多，所以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研究一个可以结合儒家、道家还有医学的一种学问，一个主题去做研究。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就因为这样一个对一个当时的社会的一个现象的观察，也是对一个人存在的一种
一种关怀哈。那或许希望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到一点能够真的有办法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纯理论，就是说它有办法让现实中做一些应用，而且能够对当代心理能够有一些安定的效果。那我觉得这个研究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意义。后来我就找到元代一位叫朱丹溪这位医家，那也就是他是朱子学者，他也是金元4大医家的集大成，所以是非常有名，而且影响到了韩国还有日本的医学发展。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明代的200年期间，是朱丹溪，南方就是朱丹溪医学，北方就是张仲景。他是在这种情况，他有影响力，而且他最主要朱丹溪医学最重要的是一个特色。它是儒家医学，所以他把那个时候的朱子学、儒学、宋明理学的这一套功夫论带进去了他的医学里面，尤其他是作为郁症学说的主要的提倡者，他提出了心理疗法还有药物。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又提出一套用儒学的宋明理学的功夫论，把它带到他的郁症防治的忧郁理论里面去做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哲学基础。既然朱丹溪说定静功夫可以防治忧郁症，那这样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定静功夫到底是什么？就变成是我的在10年中所一直在努力，在期刊发表、跟学者、跟一些重要的会议中，跟学者、学界做沟通的一个主要的努力的方向。谢谢黄教授的一个说明哈。那其实黄教授刚才我觉得是谈的是相当的有意思，包括说年轻的时候的一段遭遇，就是在修行的时候下来遇到一个很壮的阿伯，然后就被暴力对待那样一个突如其来而且没有原因的恶意的对待那马上让刚才的修行这个消失殆尽。他提醒了我们像黄教授做的这一些的研究不管是宋明理学或者说是医学哲学，它是有必要回来对应到我们当下的真实的处境，以及每一个人很真实的身心感受。好，那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黄教授远赴日本。那刚才黄教授谈到说，朱丹溪这位医家，中国的医家，他主张我们身心定静，能够对治忧郁症。我想这一点是大家会非常有兴趣，以及包括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当中，好，那大家都很焦虑。那这种中国式的定静功夫，或者说我们遭受到这种无意没有原因的恶意的攻击，我们会有那个火气。那这些是不是都在朱丹溪的这个医学脉络中，可以做出一些解释，或者说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家过得很紧绷的现代社会中去实践它把这样的一套哲学，这样一套中医的这个经验谈，怎么去把它实践出来？其实这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真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把它谈完是不太容易。那又不能讲得太深啦，就是这个时间有限。但是我倒觉得说，朱丹溪的忧郁症理论基本上它主要有3个重要的观点。他提出忧郁、怒郁跟思郁这3种观点。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我们都讲说忧郁症，但是其实对于生气、怒这个而产生的郁，现在医学界的说法比较少提到。那再来是思考的思郁，那这个在他的那个主要的著作里面，《格致舆论》里面都有提到这方面的，把这些问题把它去标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医家。当然到明末的一个张介宾，把他这样一个3种忧郁、怒郁、思郁，就把它更系统化，就变成情志3郁说。那当然这样的情志3郁说不是张介宾提出，它的源头就是这个朱丹溪这个情志3郁说的。如果再往前去看，是可以找到了先秦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管子。那《管子》里面就有一个内页篇，里面就有提到这3个概念，忧、怒、思的概念。大概的原文就是说：止怒莫若思，去忧莫若悦，节悦
莫若离。那再来是守礼莫若静，守静莫若静。第一个静是尊敬的敬，后面的静是安静的静。下一句叫内静外静啊，能反其性，性将大定。那这个变成我从朱丹溪的研究的时候，看到这本先秦时期管子这个经典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管子就已经提出了如何去定性的一个方法，叫内静外静啊。内静就是安静的静，外静就是尊敬的敬。而这样一个实践可以去面对人的怒跟忧，那包括当然它里面还有其他的篇章里面有提到那个思考的思，焦虑不安啊，或想过多这方面的这个在临床面都已经有，所以忧怒是在整个朱丹溪是算是已经在医学上成为一个有它算是比较正式的提出，但是它那个经典的那个基础是在这个管子里面，所以那里面就有内静外静、性将大定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也会变成让我重新去思考的一个概念，就是介于管子跟这个朱丹溪之间，是不是也有它这样的影响，有个脉络，它有个发展，那整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些影响？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从这边开始思考内静外静这个脉络，管子在宋明理学扮演怎样一个影响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角色？那因为宋明理学刚好又有比较学术界会注意到，就是周敦颐的定静功夫里面提到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这样一个说法。那之后我当然就把它变为特别一个主题，研究主题就是定静功夫。谢谢黄教授的说明哈。刚才从您的说明当中其实已经将您的学术的非常精彩的部分，包括说黄教授谈到的从朱丹溪的这样的一个学说去往上溯源，从宋明理学周敦颐讲到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然后再继续往上溯源，发现到管子这本著作里面谈到的内静外静，性将大定。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一个重要的术语就出来了，就是内静外静。这样的一套功夫，好像就能够去协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去对应到现实生活中的、现代生活中的各种处境关于今天我们如果说想要向许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谈我们到底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内在的功夫？那这个内在功夫，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强者，生活中的强者，或者说面对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从内在的定静功夫来谈，协助我们大家成为自己生活的强者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对于现代人来讲，成为自己的强者是一直大家共同的想望。那当然，大家每个人对于强者的定义不同，或者说对于强者的要求不同。自己假设说有些人只是要说把自己安顿好就好，这个当然最基本的要求。有人是希望说我照顾到我的家人，包括我的朋友。当然，如果说要更扩充去谈的话，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你可以对帮助这个国家社会，那是另一种强者。所以强者的话，其实他可以有阶段性那也有属于它的内涵上的一些不同都可以。那我想说，也就一般上来讲，我们年轻人会讲说，先搞定自己。如果先搞定自己，因为有时候自己都搞不定了，你怎么去还要去关心国家社会或关心那些事情？而且有时候你如果自己没搞定自己的情绪，你去参与的一些社会活动，你做的一些事情，那有可能是你的情绪发泄的一个场域而已，那不是真的关心这个国家或者是关这个团队，搞不好你造成更多的问题。如果让自己的情绪是稳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大家都知道，情绪管理 EQ 我说大家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讲 IQ 那现在讲 EQ。事实上来讲，我现在在一些演讲中，我反而也会强调一个，当然这也不是说自己创的，当然就是我从中国经典来讲，我会把它融汇的去讲一个，在一个情商、智商之外，还有一个叫和商，和谐的和，和平的和，这样一个智慧这样一个能力，
那这个和商，我说 EQ、IQ， 我那个和商我就用 LQ，LQ 就是代表连结的概念。连结的是一种力量，如何连结？有时候现在人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人连自己都讨厌我自己？就像我会在一些演讲会用《鬼灭之刃》，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善意，他是很强的剑士，但是他有一种情况，他常常他会说他是世界上最讨厌自己，就是他就反正最讨厌自己啊，就是对自己跟自己都没办法和解自己，没办法自己跟自己内在的连接。好，这种自我那种冲突，其实是一个现代也很多现象发生在很多年轻一代的朋友们身上。那如果跟自己连结啊，跟自己和谐相处，再来就是跟家人、跟周遭的朋友如何和谐相处，还有跟这个社会国家和谐相处。那所以这个 LQ 是很重要。那我们朝这个方向都可以去努力，先从自己怎么去连接自己的时候，那个和商怎么做到？那我讲这个是可以去做思考。那我在谈从早期的做虚静功夫，或者说定静功夫的在谈的时候，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核心的议题。同样的，我就会特别注意我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那我怎么去面对处理？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像说在这个道场，那边自己的衣物什么要去洗，就去晒衣服的时候，收衣服的时候，就拿起衣架的时候，不知道因为都会有一些跳珠，一个小蜘蛛跳珠，我就拿起来，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它，就一拿起来一甩过来的时候，突然这个跳珠就甩到我的耳朵的旁边，而且呢，这个小动物当然它会很惊吓的时候，它一定会往比较阴暗的地方躲，所以那是大太阳，那它往阴暗的地方，结果它就找到一个很好的避难所，那就是我耳朵里面。Oh, no. 这个跳珠又刚好那个空间就是刚好跟我们耳洞差不多所以它就很快就跑到我的耳洞，我突然很大的惊吓。哎呀，我本身最怕的几个动物，这就是蜘蛛这个蜘蛛对它有一种恶心感，会怕，就像有人会怕蟑螂或怕蛇那相对我对蜘蛛是反而会比较恐惧的。结果它就跑到我耳朵，那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突然在恐惧的情绪中，如果越情绪反应越恐惧的时候，那个问题越大，它就越往里面钻。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想说自己多少平常就有在做这种研究、定静功夫，也有看经典，慢慢就会先让自己先静下来，去体会这件事情，先让自己情绪先定住它先不动之后。因为你情绪先稳住它的时候，你才能够解决问题。你如果用情绪没有稳住，就要想着解决问题，反而问题会更大。所以我静下来的时候，老庄讲那个虚静，那个虚就是无常，没有我，事实上就是无我嘛，没有我跟万物他者的区分。在这个时候，你就是蜘蛛，蜘蛛就是你。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个人跟他者之间的那种冲突感变少。当你冲突感变少的时候，你那种认知心，你觉得它是一个很肮脏的蜘蛛，这种想法，你把它化掉的时候，如果当你成为它，你就不会觉得脏；当你是一只猪，你就不会觉得你在猪舍里面很脏，而且你会过得很愉快。你吃的东西吃的，即便是很臭的东西，你都觉得吃得很开心。你成为那个东西，你就不会惧怕、恐惧那个东西。所以人家现在也会觉得说，忧虑或者恐惧的东西。当你去认识它、去接受它的时候，反而你就不会这些情绪那么大的反应。同样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就觉得，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成为蜘蛛，是它进入了我，也是我进入了它，我跟它合为一体。这个就是儒家讲的仁者与万物为一体。我那个时候才体会，哇，仁者与万物为一体，不是心里想想，你在现实中面对这种最难的是说，跟你不完全是你排拒的。你讨厌的东西，你有办法跟它融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定静功夫最高深的一个阶段。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强者。一个强者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情绪，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佛家讲罗汉基本上他是克服他的欲望还有情绪，他能够有办法去克服它。所以这一点来讲，我都觉得说儒释道都可以，他们那个功夫，他们那些方法心法都可以相通。体悟到这个层面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我跟他融为一体。当他融为一体，你那个恐惧心不在了，你就那个智慧就出来。智慧一旦出来，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因为他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到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他到阴暗的地方，他得到了一种，因为里面是阴暗的，我的耳朵里面是暗的，对他来讲就没有差别，所以他我就在那边就静下来，就不动，就跟他一起共处，跟他一起共处了几分钟之后，他就慢慢自己走出来了，我也不用东西去挖他或什么。那从中我就各自他回归到他的地方，我到我的地方，这样共同的在这个宇宙中。所以我觉得说，真正如果去把这样一个定睛功夫在现实生活中去做实践，就诚如我刚刚提到的，不一定需要打坐。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坐，那打坐是一个方法，就像练瑜伽那个，当然它有帮助。打坐可以让我们心气比较稳定下来。那宋明理学家也非常强调打坐，像朱子也说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二程也看到见人打坐，便称其善学。佛教有很多禅宗禅师他们有很多体悟，这个都是很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方法，但是不管方法，这是叫功法。其实真正的心法的话，就反而是适合一般人如果你不适合环境，不适合打坐，没有时间，你随时的看自己的心，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多读经典很重要，因为多读经典，体悟经典，把那一个经典每天的去引用它，去体会它，这个东西会内化。我们讲说我们会吃东西进入胃消化之后成为我们的能量，其实我们的内在，我们讲阳明讲良知本体或者说佛教讲佛性，那个东西都是需要滋养，他们需要的就是经典圣人之眼来滋养我们这个内在的那个智慧，它会出来。那这个的话才有办法去面对现实生活中面对的很多的不愉快的、讨厌的、恐惧的、忧虑的事情，才有办法让你面对他们，而且能够保持那种比较自在一点的心。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那现代人或者说年轻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可以先从读经典这边开始不管是老庄、孔孟或佛教这些经典，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我们东方里面很多这些宝藏、智慧宝藏，我都觉得反而应该是好好的再重新，不要有意识形态的一些呈现，重新去从这个自我认识、自我提升的角度去看。你要成为强者，不一定要到寺庙，不一定要到什么道观去，你可以在家里好好读经典，去读经典，去体会这经典的时候，那个就是孕育成为强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只要你愿意读经典，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一点。那当然，为什么不喜欢读经典？不一定经典不好，而是说我们现在太容易受资讯、手机所有的媒体的东西的影响，我们很喜欢滑一些东西，滑那个就很浪费我们的时间。尤其现在手机这种使用过多的情况，其实这个容易有这种火气因为朱丹溪讲气有余便是火。气太虚也不行，就什么事不想做；气过旺就火气很大，会暴躁。那在面对这个时候，所以呢，要读经典或者定睛功夫的一个实践的过程，其实反而是可以先从在自己对这种生活习惯上手机的这种依赖这种东西先减少，因为那个东西会就把你那个原本读经典那需要的一种静心的状态。因为手机太过依赖，就没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读经典的效果。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靠自己去做自己自我自治的去规划，这样。是，谢谢黄教授那刚才黄教授谈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包括大家会非常关心，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怎么成为强者。那这个强者并不是说透过很大的力量去制服别人，它是一种跟自己内在和平相处，将自己管理好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称为一种自己生活中的强者。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定境功夫那我想这个是今天许多人都非常需要。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故事蜘蛛跳进耳朵里面这已经不只是泰山崩于前
面色不改，这个已经是面对到这种生活中的这种恐惧，依然能够保持定静，然后来化解生活中的这些危机或者说险境。好，那我想这个也许就是透过经典定静功夫，帮助我们成为强者的一种心法。那刚才教授也谈到这些真正在今天现代生活中，大家一直在滑手机火气过旺，那火气过旺或者说火气不足那这些都没办法和自己内在来和谐相处那所以刚才教授提到，也许大家应该定下来多读经典。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请教授可以说明一下您看法。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不是像过往那样的一个大学宗教社团很盛行的时代了。在今天的这校园里面，大家滑手机已经是一个常态了。怎么样帮助青年朋友们来面对自己的火气面对这样的一个资讯生活，来能够定静下来，或者说要读经典，可以先从哪几部经典开始入手？这些是不是可以请黄教授再帮我们来说明一下？其实，如果我们做一个当代这个古代经典的当代诠释来讲，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宋明理学里面的开山祖周敦颢，他在《太极图说》里面就提了一句话，就是圣人之道嘛，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敬，利人极焉，就是达到人的一个极限，能够力就是挺立的，让你的精神，让你的所有的身心状态达到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极限。如果说有人年轻同学喜欢西方哲学，像尼采讲的一个概念叫超人，是让利人己。在宋明理学，你看几百年前中国的宋明理学的周敦颢就有讲利人己的，这个就是超人，就是20世纪的时候，尼采要强调超人，在利人己这个论述中就已经有。而如果成为超人，尼采有他的论述打破精神三变嘛。婴儿就是刚开始从骆驼变成狮子，再变成这个婴儿。那他谈的东西，在中国哲学里面，老庄、孔孟那个时候他们就在实践了。而宋明理学，周敦颢定静功夫讲的圣人之道，就是把儒家、道家这些圣人、佛家这些东西做一个整合，所以他就提出一个整合性的一个说法：圣人之道、儒释道这些圣人，他们的精神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敬。中正仁义跟主敬这两个重要的观点，其实很多方法，但是或许它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比较浓缩的可以去实践的一个方向。所以成为这个超人，就是或许可以你从经典很多都可以，儒释道的经典都可以看。那或许就先去从周敦颢的《太极图说》或者他的通书这边开始，宋明理学这些论点里面去谈什么是中正，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就这几句话去好好的去实践它就够了。其实我可以讲一点比较简单的假设义我们说人心义行。那义行，什么是义行？去年的时候，台中中捷有个叫长发哥就遇到那个杀人的事件，长发哥就出来见义勇为，他脸也被划了一道，但是没关系，他还是出来去拯救了。他后来就成功的去救了整个这次的一个杀人事件但是他这就是义行所以为什么他会被发扬？就是说他这样的行为，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美德，而且他自己会觉得，在某种程度自己受伤，这也是对自己利益有损。所以他不是选择利，而是选择义行嘛，所以是叫义利之辩。所以我们年轻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形成了一种什么，比较属于慢慢的，因为最主要资讯还有商业时代强调是利益就像孟子会讲说两位王就会说守志无国，有什么利无国这样子的说法。那孟子说何必言利呢？还有义你成为强者之先对自己的利益之心
某种程度能够去看待这件事情。好，那比如说最近我们花莲这个展览，很多拿着铲子穿着雨鞋的人多，就他们叫一个叫铲子超人，对不对？这也是超人，他们就是异形。所以最近我们台湾，我觉得台湾非常可爱，台湾年轻人很可爱。我们的薪水也没有美国、日本他们那么高，但是我们只要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轻人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种底蕴，中华文化的底蕴，他有儒释道的这些宗教的大师的教化在台湾，就是台湾最很核心的价值所在，还有民间宗教。那这东西它就形成一个很自然的，你说它是宗教文化吗？但是它又不是那么形式化宗教，它就是内化的成为内在的宗教，而这个内在的宗教就是一种仁义精神，就是一种慈悲精神，它就已经内化，那变成每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愿意假日的时候跑到花莲去做这样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变成说，其实定见功夫不需要好像讲得很理论很高，而是它就是变成是一种你有现实中看到当行则行，所以只要觉得该做的你就去做，不要常常用利益的东西，因为大家普遍社会已经那种利益挂帅的那种氛围已经形成，这个是还是受这种商业行为种种，包括西方的一些个人主义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先从超人哲学精神三变尼采超人所讲到的，必须要有从这个方向先打破这个历史上或氛围社会氛围。现在大家流行利益，那你就要怎样用义的东西。搞不好你去行义的东西，你反而更酷，更显出年轻人的 gas， 真的是做一些义行的事情。谢谢黄教授非常精彩的这个说明哈。那也从刚才的一个谈论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汉学这个中华文化的传统的底蕴，在台湾有了一个比较属于我们自己新的一种展现，以及它的生命力，在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这个滋生，并且不断的转化。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定境功夫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大家需要去学习、去揣摩，来稳定自己身心，成为自己生活中、生命中的强者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当然也是哲学，当然也是我们的汉学。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黄崇修特聘教授能够莅临我们国立成功大学，也感谢我们的至善教育基金会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场合，让我们能够来听听黄崇修教授的非常精深的一种经验谈宝贵的学术研究。好，那非常感谢黄教授，谢谢你，谢谢。